你以為你是純種人類？錯了，你身體裡流着怪物的血。3萬年前，地球上有種生物，腦子比你大10%，力氣是你的3倍，一拳能打死狼，在零下40度的暴雪裡，光着膀子追殺猛獁象。他們不是你祖先，是你祖先的死敵，纏鬥了10萬年的尼安德特人。科学家在山洞裡發现，尼安德特人的食譜上赫然寫着我们祖先的名字。沒錯，他們吃人，更可怕的是什麼？我們也吃他們。這不是進化，這是種族滅絕，持續10萬年的大屠殺。你以為我們贏在智商？錯了，我們只是更陰險，更會玩群毆。但真正細思極恐的是，他們從未真正死去。2010年，科學家破解了他們的 DNA， 發現一個讓所有人窒息的真相：你體內有2%至4%的基因根本不屬於人類。什麼意思？你的祖先在殺光他们的男人後，對他們的女人做了某些不可描述的事。現在去照照鏡子，如果你有深邃的眼眶、寬大的鼻翼、容易過敏，那就是那個食人魔留給你的詛咒。那個消失在冰河時代的怪物，此刻正在你血液裡窺視着這個世界。他叫尼安德特人。故事要從1856年說起。德國尼安德山谷挖出了一具畸形骨骼，工人們嚇壞了，以為挖到了熊或者惡魔。骨頭太粗了，粗到不像人類，眉骨突出像個猿猴，頭骨扁平像被壓扁的西瓜，但四肢骨骼粗壯的嚇人，一根大腿骨比現代人的手臂還粗。科學家拿到這堆骨頭時，整個歐洲都炸了。什麼意思？人類之前還有別的人？教會瘋了，這違背聖經，違背上帝造人的故事。有人說這是殘疾人，有人說這是俄國士兵，還有人說這就是個變形的猴子。但真相比這更恐怖。1864年，愛爾蘭地質學家確認這是一個全新的人種，一個比我們更古老、更強壯，卻已經滅絕的物種。他們給它起了個名字——尼安德特人，拉丁文的意思是尼安德河谷的人。但沒人知道，這個發現只是冰山一角，真正的噩夢還在後面。接下來100年，科學家在歐洲、在中東、在西伯利亞挖出了400多具尼安德特人骨骼，每一具都在刷新人類的認知。這些骨頭告訴我們，尼安德特人是地球上存在過的最恐怖的殺戮機器。先說身高，他們平均1.65米，比你矮一個頭，但體重呢？85公斤起步，全是肌肉，骨骼密度是現代人的2倍。什麼概念？你的骨頭一腳能踢斷，他們的骨頭用錘子都砸不碎，肌肉附着點粗的像樹根。這說明什麼？他們的肌肉強到變態。科學家做過計算，一個普通尼安德特人不經過任何訓練，握力就能達到100公斤，現代職業攀岩選手也就這個水平。更可怕的是，他們的會肌纖維比例遠超現代人。會肌纖維是什麼？就是爆發力的來源。短跑運動員、拳擊手，他們的會肌纖維才發達。而尼安德特人天生就是格鬥機器，一拳下去能打出500公斤的力，相當於一輛小轎車撞在你胸口，你撐不過3秒。腦子呢？這才是最諷刺的地方。尼安德特人的腦容量1500毫升，現代人呢？1400毫升，他們的腦子比你還大10%。但問題來了，腦子大不代表聰明，他們的大腦結構和我們不一樣，枕葉特別發達，那是視覺處理區。他們的眼神能在夜裡捕捉獵物，像貓頭鷹一樣精準，小腦也很大，是運動控制中樞，他們的身體協調性遠超現代人。但額葉呢？負責思考、負責語言、負責社交的額葉卻比我們小得多。這意味着什麼？他們不會複雜的語言，不會長遠的規劃，不會大規模的協作。他們是完美的獵手，卻不是完美的社會動物，而這注定了他們的命運。但在談命運之前，你得先理解這些怪物到底有多能打。3萬年前的歐洲是個怪獸樂園，洞熊體重800公斤，站起來3米高，披毛犀2噸重，犄角1米長，能把大樹撞斷；猛獁象6噸重，象牙3米長，一腳能踩扁你；還有凍獅，比現代獅子大25%，一口能咬斷你的脊椎。這些怪獸都是尼安德特人的食物。他們怎麼打？
不用弓箭，尼安德特人沒發明出弓箭。不用陷阱，他們也不會挖複雜的陷阱。他們用什麼？用長矛，木頭削尖，火裡烤硬，就這麼簡單。然後就衝上去近身肉搏，用長矛捅，用石頭砸，用拳頭揍，直到獵物死掉，或者自己死掉。這不是狩獵，這是自殺式襲擊。證據在哪？在他們的骨頭上。科學家統計過，80%的尼安德特人骨骼都有骨折愈合的痕跡，斷胳膊、斷腿、斷肋骨是家常便飯。有個尼安德特人，肩胛骨被撞碎過，左臂骨折過3次，右腿骨折過2次，頭骨還被砸裂過，但他活下來了，還活到了50歲。這說明什麼？說明他們的傷都是同伴幫忙治的，他們有醫療，有照顧，有感情。這些冷血的殺戮機器其實也會哭，也會笑，也會埋葬死去的親人。考古學家在法國發現一個尼安德特人墓穴，裡面有花粉，說明他們會在死者身邊放上鮮花。他們有信仰，有儀式，有對死亡的敬畏，但這些都救不了他們，因為7萬年前，他們遇到了這個星球上最陰險的物種，我們智人。智人從非洲走出來的時候，帶着一個秘密武器，不是更強的身體，不是更大的腦子，而是語言，複雜的語言，能表達抽象概念的語言，能傳遞知識的語言，能組織上百人協作的語言。尼安德特人最多只能發出10幾個音節，勉強溝通，而智人呢，能說出幾千個詞彙，能講故事，能傳播謠言，能煽動情緒。這有什麼用？用處大了，語言讓智人能組成幾十人的狩獵隊。尼安德特人呢，最多5、6個人一組，語言讓智人能和幾百公里外的部落交易。尼安德特人呢，一輩子活動範圍不超過30公里，語言讓智人能把上一代的知識完整傳給下一代。尼安德特人呢，每一代都要重新摸索，所以當2個物種相遇時，尼安德特人發現，這些瘦弱的家伙根本打不過1對1，智人必死，但智人從來不跟你1對1，他們10個人圍攻你1個，你力氣再大也扛不住10支長矛。更要命的是，智人會遠程攻擊，他們發明了投矛器，能把長矛扔出50米。尼安德特人呢，只能扔10米，還扔不準，所以戰場上尼安德特人還沒衝到跟前，就被射成了刺蝟。即便衝到了，智人也不跟你硬剛，轉身就跑，跑到安全距離，再回頭扔石頭，你追不上，因為智人的耐力是尼安德特人的2倍。他們能跑1整天，而尼安德特人跑半小時就喘成狗。這就是降维打擊，不用比力气，不用比勇猛，我就用腦子玩死你。但智人還有一招更狠的，生孩子。尼安德特人的女性懷孕周期更長，生產風險更高，一個部落10年才能增加5個人。智人呢，10年能增加20個人，人口增長率是尼安德特人的4倍。所以即便戰场上互有損傷，智人也能很快補充兵力。尼安德特人呢，死一個少一個。到了4万年前，整個歐洲的尼安德特人可能只剩下1萬人，而智人呢，已經有幾十萬。這仗還怎麼打？沒法打了。尼安德特人開始後退，從中東撤退，從歐洲平原撤退，躲進山區，躲進洞穴。但沒用，智人追着他們打，一個部落一個部落的清剿。到了3萬年前，地球上最後一批尼安德特人躲在直布羅陀的山洞裡苟延殘喘，然後滅絕了。但故事還沒完，因為在滅絕之前發生了一件事，一件改变了你我命運的事。科學家在羅馬尼亞發現了一具4萬年前的骨骼，經過 DNA 檢測，這個人有6%至9%的基因來自尼安德特人。什麼意思？他的曾祖父或曾祖母就是尼安德特人。這說明智人和尼安德特人不僅打過仗，還睡過覺，而且不是1次2次，是持續了幾萬年的混血。從5萬年前開始，一直到3萬年前，整整2萬年，2個物種一邊互相屠殺，一邊互相交配。這畫面細思極恐，你能想象嗎？一個智人部落剛剛屠殺了一群尼安德特人，隨後抓走了他們的女人，強迫他們生孩子。這些孩子就是第1代混血兒，他們體內流淌着2個物種的血，但他們屬於誰？
屬於智人，因為智人占主導。這些混血兒長大後繼續和智人結婚，生下第二代、第三代、第四代。尼安德特人的基因就這樣被一代代稀釋，從50%變成25%，變成12.5%，變成6%，變成3%，變成2%。到今天，你體內還剩2%至4%，但這2%依然在影響你，影響你的長相，影響你的健康，影響你的性格，甚至影響你的命運。科學家發現，如果你容易抑鬱，可能是尼安德特人的基因；如果你容易失眠，可能是尼安德特人的基因；如果你對疼痛特別敏感，還是尼安德特人的基因。因為他們生活在高纬度地區，日照時間短，容易缺乏維生素 D， 容易抑鬱。他們的晝夜節律和现代人不一樣，所以你熬夜，可能就是因為你體內的尼安德特人基因在作祟。他們的痛覺神經比現代人敏感，因為在冰天雪地裡感知疼痛能救命，但在现代社會，這就成了負擔。你比別人更怕疼，更怕冷，更容易過敏，都是因為那個3萬年前的怪物還在你身體裡。但也不全是壞處，尼安德特人的基因也給了你一些優勢，比如免疫力。现代人體內有20%至30%的免疫基因來自尼安德特人。也許尼安德特人才是真正的贏家，他們沒有在戰爭中幸存，但他們用另一種方式征服了這個星球，他們鑽進了我們的身體，成為了我們的一部分，用我們的雙手建造了文明，用我們的大腦思考宇宙，用我們的雙腳走向星辰大海。所以下次當你照鏡子時，仔細看看你的眼睛，那深邃的眼眶，也許就是尼安德特人在看着你那個3萬年前的怪物，那個食人魔，那個冰河時代的王者，此刻正在你的身體裡，和你一起活着。